欢迎收看手工制作。你们好，今天我打算教大家怎么用树脂橡胶制作精美的耳环哟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 DIY 自己的首饰的话，就在下面帮我点个赞，让我知道吧。今天教大家的制作方法十分简单，所以我相信即便是手残党也可以做得很精致哦。制作树脂耳环，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圆形模具、UV LED 灯、2个钳子，我建议右手用好一点的，左手用便宜点的就行了。还有 UV 树脂胶、2根搅拌棒、自己喜欢的上色胶、耳环链子、调色盘、干花、钥匙扣、耳环带，准备好这些就可以开始了哟。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，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材料我都是在日本的 Tokyo Hands 买的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逛看哦。还有这个 UV LED 灯，它是需要插电的，并且还需要一个多余的接线板，请大家我们先拿出 UV 树脂胶和调色盘。如果你不想你的桌子被胶水弄脏的话，也可以准备一张纸垫在旁边哦。接着我们可以倒入适量的 UV 胶到这个调色盘中，接着请我们拿出准备好的上色胶，然后滴一滴到调色盘中去。一般只滴1罐上色胶就可以了，但是因为我想要蓝色和白色混出来的浅蓝色，所以要各滴一滴进去咯，你们就随意吧。接着请我们拿出搅拌棒，把这2个颜色充分混合一下。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你想要你的耳环稍微透明一点，那么你就少滴几滴颜料，如果你想要它饱和度高一点，可以多滴几滴进去哦。因为一会儿我还要在耳环中放干花，所以我想我耳环的底色可以稍微透明一点会比较好，所以我只滴了1滴哦。这样的话，一个充分搅拌好的树脂胶就完成了，我们就可以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圆形模具和要放进去的干花咯。干花的话，我本来想要放蓝色的，后来觉得粉色的更漂亮，所以就拿了粉色的哦。接着我们可以将 UV 树脂胶倒入圆形模具中，我们可以使用搅拌棒作为辅助，不要倒洒咯，慢慢的倒。还有就是这个只需要倒到模具的1/3处即可哦。我们已经倒到1/3处了，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放干花了。大家一定会好奇，右面的这个圆柱形筒子是干什么用的？它其实是辅助我们能够顺利把干花放进去的工具哦。我们先把这根管子插到圆形模具的洞中吧。接着我们先取出适量的干花，我选择放3朵。接着我们可以先将自己准备好的干花放到这根管子旁边，接着再使用搅拌棒慢慢的把它推进去，确保它和里面的 UV 胶融为一体了之后呢，再慢慢的把那根管子拔出来就可以咯。那么另外一边也用同样的方法完成吧。另外一边我也已经自己放好了，接着我们可以拿出树脂胶把它全部倒进模具中。之后为了不让我们在旋转时 UV 胶会洒出来，我们可以在它的封口处贴上双面胶或者是胶带哟。这个 UV 胶我只倒了一半，的原因非常简单，一个是为了省 UV 胶，第二是为了让它呈现出透明可以透出干花的状态。因为只倒了一半，所以我们需要充分旋转这个模具，让它占据整个模具，不然的话做出来的耳环就有一个缺口了，就不好看了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开 UV LED 灯来照射 UV 胶，让它凝固了。而且我们还需要边照射边旋转，不过这个 UV 胶遇到紫外线的时候会非常烫的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让它漏出来，漏到我们的手上哦。接着我们等 UV 胶有一些凝固了的时候，撕掉封住表面的双面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耳环链插进像布丁一样的 UV 胶中咯。到这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在照射之前把它插进去呢？这是因为当耳环链插进去了以后，就不可以再添胶带了，口就不能被封上了。而 UV 胶那个时候还是液体，如果口不能被封上的话，就不能形成很好的球体了。而现在表面的 UV 胶已经有些凝固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插进去，再用紫外线照射的话，就可以形成很好的球体哦。这个 UV 灯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当它到了120秒后会自动熄灯，就代表告诉你你的 UV 胶应该已经凝固了。不过为了保险，我还是再照射一次吧。已经照射了2次了，我相信里面的 UV 胶应该已经凝固了吧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咯。取出的方法非常简单，我们只要把它从后往前面这样子轻轻的往前推，它就会像棒棒糖一样的拖出来咯。2面都要取出来，我们一起看快进吧。
第一次和第二次做出来的耳环的对比咯。如果说颜色的话，我感觉第一次的更加漂亮，因为它的颜色是宝蓝色的。但如果要论形状的话，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好了，因为第二个呢是光滑的圆圈，并不像第一个有那么多的凹凸不平呢。或许这就是应了那句老话，熟能生巧了吧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对耳环都呈现蓝色，因为这一对花我用的是蓝色的底料，粉色的干花，而老的那一对我用的是粉色的底料，蓝色的干花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就呈现的颜色都是蓝色。其实我觉得现场比摄影出来的还要漂亮。需要拿出扣环和钳子喽，把它开下来吧。接着我们可以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扣环，这个扣环呢，我们是需要用老虎夹把它掰开，把两个扣在一起的。这个扣多长呢，就取决于你后面的耳环想要多长长度咯。那么我是选择扣了7个，但我相信大家在扣这个扣环的时候，一定都会习惯把这个圈套左右这样子拉开，但事实上这个是错误的哦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当你要把它合回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特别困难了。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这样子前后拉开，而不是左右拉开哦，这是需要注意的。当当，7个环扣已经被我穿好了哦。接着请我们拿出耳环夹，并且把它撕下来吧。接着我们可以拿出已经穿好了的耳环扣，把这个耳环扣的最下端和最上端连在一起，这样的话一颗耳环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问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孔和上面的孔对齐穿在一起不就好了吗？其实这个大家仔细观察就知道了，可以注意到这两个圈圈都是没有动的，要怎么穿在一起呢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请大家准备这个环的原因了，而且至少要2个以上哦。那我穿好再录吧。已经穿好了。其实我觉得，无论是刚刚的那一对，还是现在的这一对，他们都跟店里贩卖的没有什么区别了吧？有时间的话，大家也可以买材料，在家里自己做做看哦。那么今天手工制作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想看到更多这类的影片，可以在下面点个赞让我知道，同时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